听说这南风楼啊，有位极品难关，一有经验，容色清绝，就连当今圣上的亲弟弟荣王，都是他的入幕之宾呐。这得多少银两才能与他共度一夜呀？足足5000两黄金。有爷吓唬人，谁肯拿这么多黄金来只换一夜快活？哼，我敢这么说呀，是因为真有贵人开了这个价，那位就在楼上坐着呢。你瞧，兰花之年，红尘似水，三尺红台，万事如歌吹。啊，这是什么曲子？音词烂调，粗鄙不堪。这都是旭郎特地给您选的曲，他说您会喜欢的。也罢，你下去吧。再上些酒来。大哥哥，你在哭吗？大哥哥也喜欢旭郎吗？旭郎不仅很漂亮，还很善良呢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吧？他才不善良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冷心冷情、没心没肺的人。原来大哥哥不喜欢旭郎啊，好可惜。我很喜欢他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从书院求学时就喜欢。陈老师，梦中人若翩翩，纷若行云遮碧月。水波画两三圈，再水一遍。这位公子夹风带火的，是要找哪位小官呀？让开！宣泽令人呢？明日他若殿前失仪，我看你们谁的脑袋担待得起！参什么参？肖老师，你既然来了，就把人带走吧。我道他为什么回京述职，却拐进了话痨，再没出来过。原来是你！原来是你！这位客官，我南风楼来去自由，可没有绑住谁的手脚，不让走。阿旭，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。岑旭，你知道他找了你多久吗？你好好的，为什么在这种鬼地方当什么该死的难官？当年宣昭那样求你都没能让你留下来，你怎么能容忍自己待在这种地方？今日的课就上到这儿，诸位散学后记得及时温习。学生公子宋老师，哎，来，今日院长不在书院，小爷要把上次输掉的面都找回来。可得了吧，洛少，就您这赌运，不如请灵泽兄出手，省得说哥几个欺负你。宣，哎，免开金口，小爷答应了岑旭戒赌半年，说到做到。哎，不对劲呢你，这次怎么这么听话？岑旭又拿你爹压你了？我让他每日来我房中单独开2个时辰的小灶，他能做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岑王叔，我爹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小爷给你出双倍，换你少管着我，如何？王叔啊，一直以来，本侯都欣赏你的才情学问。无论是先前资助你上学，或是举荐你破格进入白鹿书院就职，皆因你有这样好的本事。如今我家那混球也将出发前往白鹿书院求学，你可得替我多多管教着他。草民于落魄之时得宣侯赏识，此乃大恩，王叔定不负重托。宣侯对我有恩，还有在书院你要喊我老师。老师，我看你也累了，不如今日就到此吧。上月你逃课18次，策论与史学文章交上来，写得狗屁不通。这样继续下去，不等宣侯知晓，只怕院长要率先把你赶下山门。岑旭，你可知道这白鹿书院有一半是我家捐款修建的？我知道，我还知道另一半是丞相府出的资。但你知不知道，丞相府的二公子沈威比之你又出色多少？是啊，他当然出色了，新科状元嘛，既和你是同期生，要与你一同参加科考。既然他这么厉害，你让他来教我好了。他看不上你的。简直胡闹！你又比不过他，能把我教的有多好？岑旭，我有时候觉得你真没意思，到哪儿都端着一张脸。明明是我爹养的一条狗，怎么就能装出这副清冷高傲的模样？难道狗也会挑食吗？怎么我喂的就不吃呢？喂，岑旭，沈威登榜新科状元，宴请全书院的人，你应该也收到请柬了吧？
你怎么去？书院离丞相府可不近啊。林泽，你不会在担心岑老师如何出行吧？谁担心他了？稍后我与院长一同前往。我还以为你彻底被他征服了呢，居然会主动关心人了，小林泽。你又知道了，陆大豪，你看小爷今天喝不死你。这次我能摘得新科状元，还要感谢书院的诸位师长同窗，若无你们的爱护与帮助，也没有我的今日。在此，思安敬各位一杯。王叔，我单独敬你，敬你我同窗之谊，自当绵延百年。恭喜。二公子为诸位安排好了客房，散席后可自行前往歇下。这么热呀？该死！别呀！好疼！岑旭，是你自己爬上来的啊？昨天晚上我不知被谁下了药，什么意识都没有了。昨夜的事就当没有发生，你我之间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我可不希望这件事情传出去败坏小爷名声。要是让谁知道我睡了你，定是会被耻笑。你放心。靠！他凭什么先走？先潇洒离去的不应该是小爷我吗？屋里是谁？沈二公子，玩够了吗？我让你来找我，你怎么没来？还把自己献给了别人。沈巍，我问你玩够了吗？手怎么这么没劲儿？一个巴掌都拍不响。哦，回兄忘了，你这手早已经使不上劲儿了。望叔，在你没有复仇的能力之前，不要用这么赤裸裸的眼神盯着仇人看。找错了，在这边。啊，今天很热吗？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轩林泽，岑老师叫你了，坐第一排来。哦。这小子被灌迷魂汤了，我从小到大没见他这么乖巧听话过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突然把我叫上前来，是想勾引我，还是想近距离看看小爷？真是个不害臊的，他这么明目张胆，小爷也不是不可以。换你到前面来，是看你已经走了半节课的事。今日的课程是重点，还不好好听讲。哦。好乖巧的轩林泽，好惊悚的画面，我一定是中邪了。你在这傻笑什么呢？哎，我怎么看不出来有什么好笑的？你懂个毛啊！岑望叔把我叫到身前，一字一句修改，整整半个时辰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文章写的烂，时间改的久。证明岑望叔对小爷上心，不然他为什么不直接把批注写上去再给我？林泽啊，听兄弟一句话，没事多在书院溜达会儿。岑老师批改文章向来都是把人喊到身前修改的，只是你从前从来不写，才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是吗？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哎，那春香楼的新花魁你还去瞧吗？我可是预定了最好的位置啊！岑老师虽然是破格入院的，但对待学子们还真是敬业的没话说。学长，你要做什么？只是为人师表的，能不能藏好私底下的作为放了？这叫诸位同窗看见了，该作何想？不是吧？岑老师真是这样的人啊？谁知道呢？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看起来朗月清风的，那谁知道私底下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来？我不相信岑老师是这样的人。你先别哭，岑老师一定不是这样的人。按照薛灵泽的日常表现来看，他才更可疑吧？哼，我就知道岑旭是装出来的，能破格入院的人，谁知道走了谁的后门？诸位同学，与人善言，暖于布帛。伤人之言却深于矛戟，有时候眼见未必为实，未经查证的真相，又如何谈得上真相呢？思安说的不错，岑老师的为人如何，你们比我相处的更多，应该自有评判。院长，行了，都散去吧，薛灵泽留下。
宣照好像格外在意你。你多心了。望叔，挑把趁手的武器不需要这么费力。与其等待驯服一只不认主的兽，不如多想想怎么从仇人手中赢下最关键的一分。你是指什么？到这里来，你就不会输。你爹少年时也不是你这般顽劣混账，你就没想过，你那番话若是传开了，岑旭以后要如何在书院自处？他自幼家境贫寒，母亲又常年卧病在床，如今就靠着书院发的那点利银养家，平常舍不得吃穿，就为给母亲看病治病。你一时好玩毁人名声，与人何故？与我何干？薛林泽，你要去哪儿？走。清新两满花，今日夜阑珊，一口满身独留一只银簪。薛林泽，你做什么？怎么说？你来书院上课，我这么多香粉做什么？你想勾引谁啊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没有涂香粉，你放开我！书院里这么多达官显贵之子，你又看上谁了？怎么说？没看出来你胃口还真大呀！宣照，我和你说话你听不懂是吗？我要你放开我！为什么要放开？我现在要你能听懂吗？把腿打开，我要自己。宣照，你混账！混账！难道别人就对你好了？啊！你这个反应，谁都温柔不起来吧？宣照，你住嘴！我到底哪里惹你了？你要这样污蔑？污蔑！亲眼看见你和沈国举止亲密，你也真是来者不拒啊！怎么说？你攀附权贵，爬冲承欢之间，能不能先把眼睛洗洗？认为他有我好，你伺候小爷要什么没有？再给些这样的奖励，你今日就别想走了。刚才岑老师说让我们以后去找他。岑老师，有人在找你。疯了！你也不想这副样子被别人看见吧？那就乖一些。腿夹起。看我这么契合，日后你只要我，好不好？滚开！林泽，你打听岑老师家地址做什么啊？昨日的事儿我可是听说了，你这是要去赔礼道歉呀？滚犊子！小爷的事少问。怎么？我问都问不得了？你别忘了，你可是从小跟我来一个裤兜里的。阿雪，这半月你又消瘦了许多。我上月给你缝制的新衣穿在身上，竟是显得空落。书院的事务要紧，你也得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娘是个不中用的。娘，您生我养我，天生便是我欠您的。当娘的在儿子面前说折损自己的话语，也不晓得您是要诛谁的心。要是我没有生病就好了，也不至于拖累你这些年。谁的病也不是自己盼来的，若人生来可以抉择命运，谁人又不想风调雨顺呢？您与我不谈拖累，若如今生了重病，被照顾的是我，难道您会责怪儿子是负累吗？娘有你，很知足了。说就这么走进去，会不会显得太失礼数了？怎么说也是第一次见他母亲，总不能显得小爷轻率。哎，算了。哎，可小爷又不是来提亲的，这么紧张做什么呀？我能亲自来登门道歉，难道不是已经很给岑望舒面子了？况且这来都来了。宣灵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就随便逛逛，没想到你家会住这儿。此处僻陋，除了家住附近的百姓，几乎没有什么外人来往。小世子随便逛逛，能逛到这儿来。小爷最近就喜欢瞎逛，不行吗？还有啊，为什么出了书院你就世子的喊我，装的这么生分做什么？我和世子难道很熟吗？还不熟，那样还不熟，怎么才算熟？宣照在呢。哎呀，说实在，抓药这种事情何必你亲自跑一趟？直接让医馆送上门不就好了？还走这么远，一路上那么多人看着你，你是什么很稀奇的物种吗？您是天皇贵胄，没过过我们贫苦百姓的穷日子，好汉不知恶汉饥，便以为谁人生病都能请得起大夫上门诊治。没钱啊，这事儿好办，小爷可以包养你，钱你要多少有多少。包养我？您想怎么包养我？
就没事拉拉小手、亲亲小嘴什么的，他们不都是这么做的吗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偶尔也可以抱在一起睡觉。只是抱在一起睡觉？那盖被纯聊天的话，也太浪费光阴了，不是？那你答应了？哎呀，陈旭，你怎么随身带着戒尺啊？陈旭，咋这么说？叫老师。昨日的课业文章为何交个空白上来？忘写了。既如此，便趁着这个午休将文章补上吧。我不与你二人为难。算了吧，陈老师，以您的人品，我怕您在我的文章上修改，于学生名声有损。写出来的文章不看内容，只看是何人所写，以此言道，岂非天下大家无需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只要有一个戳字，管它是戳在牛粪里，还是戳在丝绢上，都能称得上是好文章了。你强词夺理！二位有闲情雅致，在书院多修1年，岑某恭候。你敢威胁我？信不信我？谁敢打我？爹可是当朝户部侍郎，谁敢打我？宣昭是小爷，如何？户部侍郎是吧？敢动小爷的人，不让你户部侍郎，让你户部侍郎。差不多了，林泽还在书院里呢，岑老师还看着呢。你刚刚没事吧？宣昭，你们就仗着你爹是宣侯，你娘是长公主才如此嚣张，你这是世子身份，这什么也不是。小爷就是比你会投胎，有本事你再去投一个。阿雪啊，白日里有个金贵的小公子送来了这些上好的药材，还说自己是你的朋友，却没有留下名字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你怎么搞的？手受伤了也不知道给自己上药，这又是哪来的伤害？这么深？都已经好了，新的伤也很快会好起来。哎呀，是及时上药才能好得更快。这是我从军营里捞出来的药，比寻常商铺买的药效更好。多谢。岑话说，今日我发现，其实你还挺像个小宝宝的。你说什么？就是感觉谁都能欺负你的样子。如果我不保护你的话，很容易就被别人欺负了去啊。你保护我？以我浅表的理解，你所谓的欺负，如果能成立的话，好像最常欺负我的那个人是你吧？那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就是你知道那个什么。有的时候，男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吧，就是要用欺负这种方式来表达的。稀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岑望叔，你聋了吗？小爷在跟你表白，你听不见吗？小爷刚跟你说的话，你听见了没？您说什么了？岑望叔，我大爷！我大爷早就埋土里了，你要找他，可能要费些功夫。二公子，典籍已经取到，您还要去找岑公子吗？望叔，看你笑得这么明媚，为兄很是苦恼呢。过了。可您来书院不是特意……是。你一直跟着我做什么？这谁跟着你了？我只是刚好要走这边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你很像一只小狗吗？你骂谁是狗？那种毛茸茸、软乎乎，怎么赶也赶不走的小狗。哦，哈哈，那还挺可爱。你干嘛突然不走了？笑这么好看做什么？莫名其妙。怕我又被人暗算？吹花盆的人，背后说你闲言碎语的人，我都处理好了。下次再遇到，你直接跟我说便是。我为人师表的，怎么能跟自己的学生告另一个学生的状？别把我当学生不就好了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我把你当什么？当我男人？靠！岑望叔，我告诉你不能这样啊！你这样吊我很不道德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好吧。你这样吊完就走的话，更不道德，知道吗？远处传来一声羌笛，唯有镜子可解曲中意。好淫荡的画面！你们见过那样柔情蜜意的玄灵泽吗？听说宣侯半月后要来探望院长他老人家，要是瞧见这场景，不知是喜是忧啊！这里不对。岑望叔啊，你的字居然这么丑，难怪平时不轻易落字批注啊！罢了，今日就到这吧。
你稍后要去哪儿啊？有些私事，你别跟了。哦，偷看够了？那不是吧你？你对岑老师对你们想说什么？哎，林泽，别怪兄弟没提醒你，世间有可为，有可不为，有人犯一辈子错，都有人兜底，也有人瀚海阑干，行差踏错便再无转圜。我只知道，若有心志，何处不可达。他怎么也跟来了？家父委托我与宣侯一道来看望旧日恩师。小世子，好久不见。这酒真辣呀！看不出来啊，岑老师竟是会私下藏烈酒的人。这是院长藏的酒，我偷来的。啊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望叔。我应该是怎样？望叔啊，望叔，望叔，望叔哎！什么？望叔可是月亮，月亮难过的时候躲进花池里就好了，偷偷的哭一场，也不会有人看见的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向月亮敞开怀抱的花池啊！好吧，那花池可不能泄密。我保证。我来请望叔赴宴，宣侯与院长也在。我今日还有些事务未尽。望叔，两位长辈都在等你出席。我跟你去。好啊。哈哈哈哈！瞧着你们，本侯总能想起本侯年少时在白鹿书院求学的时光，那会儿可真是意气风发呀，最挥霍的年岁，如今成了最怀念的日子。哎呀，所以您老啊就别揪着我不放了。您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个什么货色，我这都随了您。哼，你反正是个不成器的，不像望叔和思安各顶各的出色，并称白鹿书院双姐。本侯记得你俩在书院时不仅是同窗，还是舍友。是。如今思安摘得新科状元，也算延续了书院的传统。就是可惜了望叔，明明也是状元之才，却考场发挥失常。一时的成败决定不了一生，望叔的才华不会被埋没。谢侯爷。望叔他只是谦逊，论才学，我并不如他。世子要替望叔喝吗？院长，爹，岑老师醉了，我先送他回书院了。哎，这孩子。侯爷，我敬你。走不动了。那也不能睡这儿啊，不然我抱你回去。云泽，山云泽。哎呀，好，我在呢。你说你身为冠酒你就喝，你就不能学聪明点，把酒倒一倒或者兑一兑吗？行事不端，非君子所为。还君子？你现在就是个小醉鬼。你要不从实招来，你和沈巍是不是？哎，算了，和你个醉鬼讲什么？我说，我再亲亲你。好乖。你自岂敢！侯爷莫急，思安只是酒后胡言。我相信世子和望叔不是这样的人。是虚是实，看看便知晓。你也自岂敢！爹，走。望叔，你总能把自己弄得这般狼狈。谁要你当着这列祖列宗的面认错？我没错。欺师背德，罔顾人伦，你还没错；欺教之地，行使荒淫，你还没错。他钱望叔如今就跪在侯府门外，牵着你的肆意妄为，要受天下人的耻笑。玄州，你哪来的脸面说自己没错？爹，不要为难他。还请长公主让草民见宣侯一面。岑旭，本宫自认为侯府待你不薄，为何要纵容昭儿妄为？你可知因你的纵容，他快被他的父亲打死了。你走吧，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，侯爷对你已是失望至极，此生不要再踏入侯府了。纵然再次佳人，也难了今生。微醺半两空城，被情所困。书院封监的此事，我明白院长的为难，便主动请辞离开了书院，
准备带着母亲回到乡下。临近那日，我恍然想起轩辕泽被宣侯带走时握住了我的手。望叔，等我。寥寥几次不堪落笔，为云求学，赶赴圣经，蹉跎几载，褪去人间繁华，也不过是回到生命的最初，无有念，无有不，无有怨。我并非妥协这样的结局，只是弦落至此，已无转圜。公子，有人拦在了前面。你要去哪儿？怎么不先和我知会一声？参谋已辞去书院职务，之后自会有更好的老师来教导师子。我说的是这件事吗？除了这件事，我与师子再无干系。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你说没干系就没干系，就当是从前有，今后也没有了。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走不到你的道上去，你也绕不到我的路上来。宣师子何必强求？强求？你可知我在列祖列宗牌匾面前跪了7日，我爹让我磕头认错，我是怎么认错的吗？我混账，我顽劣，我不受教化，罔顾规训。便纵是如此，我也不能说违信之词。我喜欢他，就算今日他是我的老师，我也喜欢他。跟我爹说，要么就打死我，要么就让我和岑望舒在一起。我爹不愧是战场里杀出来的，下手就是狠。若不是我娘出面保护了我，恐怕我真赶不来见你。我一听你要离京的消息，我命都不要了，立刻追来。强求又如何？小叶这辈子第一次喜欢一个人，难道非要得到全世界的允许吗？但我也悔过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般按耐不住，这世道可测。若我再强大成熟些，或许会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事情。来找你之前，我已经答应了我爹前往边关参军。我爹承诺，说我能获得2等功以上的军功，他就不再管束我的事。从前我是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纨绔，但现在我想为了我俩的未来努力。你等等我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轩辕泽，你并不欠我什么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我欠你。一直以来，我和沈巍就像光和影，没有光，影不存在；没有影，光不显现。只是那时，我眼看他摘得榜首，荣光无限，终于察觉自己被落下，便想着找另一道光来代替他的存在。可玄照，你太幼稚了，何曾及得上沈巍半根指头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对你不感兴趣。若有什么让你误会的地方，也只是因为我把你当成了沈巍的替代品。世子，眼下看来，被选择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你这个废物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对不起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心中的雨落下。好，我本来是想问你要不要随我一起去边关的。原来私奔这种事，只有两情相悦的人才能有这福分。回忆的路坍塌，有心中的质量，你的天涯。望叔，我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要怎么谢我？一会儿不看着你，又把自己弄得一身伤。望叔，总用这种方式与我抗衡，是要逼我心软。别碰我，滚开！乖乖，求你求求我，你还能忍？我可快要忍不住了。沈巍，我母亲呢？你把我母亲藏哪儿去了？想知道？过来。除非我死。给你喂了1月的药，你还是没能学乖。望叔，你不肯跟我服软，却又焦急你母亲的下落，这样可令为兄很是难办呢。乖，爬过来，睁眼。望叔好棒，我告诉你，你母亲在哪儿？你的母亲就在这座圣京城内。沈巍，你还没给我想要的，我当然不会这么快就交换筹码。
好了，链子解开了，夜里锁着你，只是怕你自己疏解。你是我的，除了我，没有人能碰，哪怕是你自己也不例外，明白吗？你到底把我当做什么了？你的痉挛、玩物？可是沈巍，我也曾真心把你当做兄长看待。今夜我来之前，乖乖把药吃下。沈兄，早上好。好。沈兄，第一次喝酒。我可以喝，以后落入官场，总是要喝的。也不好说啊。曾旭，不如今后你认我为兄，我陪你练酒，如何？三，真喝不得了。好，那就不喝了。刻骨心如眉眼，那些念念不忘的画面，像明月白过千遍，光华流转在你指尖，见霜雪踏成烟，风雨如灰飘扬我心愿，像明月思念千遍，不如月长夜见一面。年少时读千古文章，知浮游天地不过沧海一粟，行道多坎途，若得与一两知己好友相伴，虽死无憾。三，方叔，明日考场上你不要认真答题，把这个棒手让给我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此事过后，我会找个理由把你送入官场，我用沈家保着你青云直上，仕途通畅。只要这届的新科状元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沈巍，是沈丞相的儿子，我不能输给任何人。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手段逼我让路吗？沈三，你这么怕输，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输？我不会让的，我不会让你的。好，其实我知道你不会让，我只是在赌个侥幸。沈三，沈巍，你要做什么？你不能这样做。三，我亲自动手，你不要害怕。王叔，你可以恨我，我希望你恨我。大雪冰藏全月弯，埋我故人山外山。一生望不穿，知你知我别无憾。年少时曾得遇一知己好友，读诗书，谈杯酒，结个金兰之意，预备与人同行。可行路难，行路难，多歧路，怎能轻易无憾？后来我强撑着参加了科考，轩宇手上写不了字，自然落了榜。宣侯推荐我回到书院任职，此生虽无缘仕途，但总要寻个生计，敬养家中老母。我不知沈巍因何不肯饶过我，我分明已经躲得远远，不再做他人生路上的绊脚石。王叔，我单独敬你，敬你我同窗之谊，自当绵延百年。恭喜。为什么你见我时总要布下这样多的陷阱？沈二公子，草民竟是不知此时此刻潦倒如我，还有什么能令您瞧上眼？我说过要你恨我，可你不哭不闹也不恨，只是一味地躲着我，却令我十分苦恼。我有什么资格去恨啊？沈二公子捏死我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，我若要恨你，岂不如皮肤汗数，自不量力？望叔，所以我们才是一类人，自以为能掌控好一切，盘算着每一步该怎么走，才能对自己更好。可我总有办法教会你恨我。你给我为了什么？合欢散。沈巍，你个疯子！你想要的都得到了，为何今日还要这般折辱我？为什么我最想要的就不能是你呢？你何时对我起了这样的心思？王叔，这人间太无趣，我若不爱着些什么，很难走下去。孙学长，院长找您。王叔，你若离开，我才会真的发疯。曾旭，你真的做到了恨我，这很好。可你不该让宣昭夹在我们中间，他也配。林泽！
不念书了。念个鸟书啊！哎，怕你一个人参军太孤单，兄弟这不陪你来了。圣经如何了？你是想问岑旭吧？你走后，我依照你的嘱托去打听岑旭的下落，可却一无所获。他在躲，还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？你还关心他的死活做什么？玄灵泽，凭你的家世，想要什么没有？也就喜欢他。我要是有办法，现在能坐在这儿吗？灵泽，听兄弟一句劝，在边关玩2年就回去得了。这里不是圣经，刀枪剑戟可不认得你这个宣世子。你能有几条命给他玩？要是死了，我也就认了，算我没本事。可我要是活着，就一定会功成名就的回到圣经。到那时，岑旭就是想跑也跑不掉。你还要囚禁我到何时？母亲的下落你一直不肯告诉我，你非要逼疯我吗？沈巍，够了！我求求你，别去做你那风光霁月的沈二公子，做你那春风满面的状元郎，做你那假仁假义的沈思安，你为何不肯放过我？我求求你放过我，至少不要每天来我这里，像是光临妓院的恩客。这就受不了了吗？我以为你会一直坚持，就像你不肯让我真正占据你那般。我不是勾栏牌坊里的男妓，你不要再羞辱我。可你不是很会勾引男人吗？宣侯府的小世子，你就勾引得很好啊。你不想清洗，在这跟我闹，是因为突然想起了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害怕，若有朝一日宣召回来，闻到你身上的味道，会觉得你很恶心啊？你要利用他来向我复仇，怎么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心给搭进去了？是我恨沈巍，恨他废我右手断我师头，恨他薄情寡义纠缠不休，更恨他权势滔天令我报复无门。所以在看见宣召时，我也看尽了有望报复沈巍的希望。那夜在丞相府，我逃出客房，躲在了他们为宣召准备的房间内。我将残余的合欢散压在舌下，喂给了他，让宣召误以为是自己发情睡了我，以此为契机，让他步步走入我的陷阱。他自以为是的情窦初开，不过是我的蓄意谋划。可他太年轻，太冲动，我甚至没能等到他真正成长起来。我错了，从一开始就不该设想。你知道你要赢我有多简单，岑旭，就看你敢不敢再往这里多走一步。只要再多走这一步，我就向你缴械投诚。白日里，沈巍并不常爱，逢夜里却总要差人为我服药。那药发作起来催人神志，我居此院3月有余，神志清醒时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自救之法。直到昨夜，沈巍透出些底牌，去禀告你家二公子，今夜等他到子时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去告诉公子。今夜相府有酒宴，险些来迟，你等多久了？先让我抱抱。今日与那些老狐狸交锋，着实有些累了。有些凉。来见你的路上走得急，出了些汗，汗冷了，自然就凉。我先去沐浴。思安，王叔，我在猜你的逃跑计划是什么？他当然能猜中，可底牌在我手中。你自己的药好喝吗？你只管逃，我会抓住你的。我并不担心沈巍识破我的算计，只要他无法找到我，依沈巍对我的判断，他不会想到我会藏身在这声色犬马之地，就在圣境，在他眼皮子底下如此5年。5年后，南风楼里头一次如此冷清。据说这一日，圣京城大半的人都去围观边军归朝，领军的正是圣上亲封的镇两侯宣召。这黯然血恨的分别，是个字都亏欠，时光流动散如烟。所谓情深浅，不过敢相思，却不敢相见。
林泽兄，你离京5载，兄弟们为你接风洗尘，你就别再推辞了。几位爷，快里边请！今日我南风楼的头牌续郎出场表演，可巧了不是？来给几位爷上等座。瞧，这就是这2年。林子，你要不来，可真浪费了这姿色。别的人也敢碰？这什么情况？温爷，您这是带人砸我场子呢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林泽兄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我要他。这位爷，我很贵的，你想好了？爷，想不死你。贵人，闭嘴！全是别人的味道，脏死了。够了。曾王叔，我不准备先跟你澄清误会，我所衷肠。你这一身的野男人味臭死我还不想被你气死，所以你最好乖乖的把你身上的味道换回来。杨青年，你这什么反应？我不过走了5年，谁把你调教成这样的？别管这些了，要走就快走。你哭也没用，哭我也只会更加用力。我要把你用坏捣烂，让你永远也找不了别的男人。林子，让我看着你，让我看着你。那是烈火烧几遍回忆落风，这样就好。迟来的一生半未见，不能云下余年，一人来解不开的缘。这都3日过去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爷，这1夜黄金5000两，此人以后也都包了。好嘞，日后啊，许郎就没事在这等着您来。差人送些吃食。这客人下手这么狠，郎君扛得住吗？下手狠，出手也阔绰呀，这可是他的福气。公子不仅出手大方，就连事后都做得这般到位。遇到公子这样的恩客，薛郎真是好福气。曾王叔，你少在我面前装腔作态，我还没跟你算5年前的账，如今又多添七笔。岑望舒是谁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公子若是认错人了，今日过后便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这儿没有什么岑望舒，只有我，南风楼的头牌男官旭郎。岑望舒，5年前你嫌我蠢，嫌我笨，选了沈巍做靠山，可你现在流落南风楼，也没见他来捞你，想必是玩腻了。而我如今顺利继承镇南侯位置，又有军功傍身，前途无量。你确定要松开这只手吗？夜色如色，天姿国色，你与心热，我与烧作一盆火，一团火。流连芳泽，魂不似墨，真情假意求不得，看不破。一个人经历过什么样放假，才能把走来的路叫做前程？我的前程从破旧漏风的竹屋开始，到繁华灿烂的盛京结束，虚虚数来不过10载。从寒门学子到青楼小官，忍耐着，蛰伏着，也不过是为了把有人赐予我的恨尽数还回去。我已经做好准备，走一条阴暗湿冷、注定无法回头的路。这时，又有人朝我伸出了手，那只手温暖、干净、无声的坚定。那一刻，仿似命运待我不薄。这位公子夹风带火的，是要找哪位小官呀？让开！宣泽令人呢？明日他若殿前失仪，我看你们谁的脑袋担待得起！参什么参？肖老师，你既然来了，就把人带走吧。不走，不走！你明日要去圣上面前述职，你忘了？不能走，走了人会跑。这好办，兄弟帮你把人绑回去。
我就在这里，哪儿也不会去。二位公子空了，可随时光顾。可不敢。既然你不挑恩客，不知在下今夜能否也有这个荣幸，做你的入幕之宾？沈相爷为何会来此？说来也巧，我原是想请镇远侯一叙，可我的人跟来，守了你3日3夜，也没等到你从这楼里走出。思来想去，只好亲自来一趟了。沈相爷的眼线还真是百无一漏。镇南侯过誉了，望叔，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呢。沈某诚心要与你结识，不知旭郎肯不肯给我这个机会？沈巍，是不是找死？宣灵泽，你疯了！这里不是边关。岑旭，你快制止他呀！沈巍可是当今左相，宣昭要是真把他打出个好歹，谁来给他兜底？制止？我怎么制止？他就听你话，你让他别打了，再打下去，这事儿没法收场了。宣灵泽，你可认我了？我为御林军总军都督，陛下有旨。都督大人亲旨，今晚到底是怎么了？3位大人，岑公子，请。敢问总督大人，陛下召见岑旭又是为何？骆大人，我只管奉命行事。望叔，与我同城。哼，沈相不是说要与我叙旧吗？岑老师，我们坐后面那辆。骆大人留步。别担心。臣参见陛下。快请起，表哥，你我兄弟2人，何须多礼？你们也都起来吧。不知陛下在早朝前将臣等请来，是有何要事？朕找着了一篇经世文章，想请镇远侯与左相看看。这文章所言，胜过朕在往年春闱上看过的任何一篇。遗憾的是，这文章作者却落难民间。此等人才，如不能为朕所用，实乃一桩憾事。沈大人可知这文章作者是谁？臣不知。哦，可朕怎么听说你与这文章作者岑旭曾是昔日同窗呢？陛下这么一说，瞧这文风落笔，确有望叔的风格。只是他文章写得多，偶有1、2篇为臣所不知，实乃平常。可朕听说岑公子已经许久不提笔了。回陛下，草民的右手有旧疾，已不能再提笔。那真是可惜了。不过这治国安邦，理论国策，重要的不是落笔字迹如何。朕有惜才之心，不忍你仕途寥落，才华无处施展，这才请了2位大人前来，替朕为你的仕途做个担保。陛下这话是何意？我要你2人在稍后的早朝上举荐岑旭入仕。虽不知陛下此举有何深意，但你们重回市南风楼那边，就不要回去了。既然我已回京，沈巍他便不能再肆无忌惮地伤害你。我知道你对我仍有心结未解，可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子，不是你随便糊弄就能骗得过去的叶林泽了。你与沈巍有旧怨，我大抵猜到一二。等你想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再听。陛下这是诚心跟臣作对呢。沈相，轻点。陛下不是向来喜欢臣重些吗？够了，沈巍，哥哥，好哥哥。你生气了？臣不敢。你分明生气了。沈相口中一直呢喃的望叔，就是岑公子吧？陛下是为了这个？朕只是看他一身才华，不为国效力，实在太过可惜。左相，朕总还不至于和一个寒门出身的男妓相争。
早朝后，岑公子回了南风楼，镇远侯一直跟在身后。大人现在要过去吗？你觉得呢？陛下擢你为内阁侍读，额外给你拨了居所，你还回来这里做什么？有些东西不能留在这儿。那些人碰过你吗？有，又如何？你迫不得已，我不介意。我以为你会怒不可遏，会砸东西，会把我拽去洗个干净。子王说，这5年在边关，我不止一次的想，说我再早一点，再早一点强大成熟起来，是不是就能够留住想要离开的人？如果足够强大，是不是就能够踏上你在前方雪地上留下的脚印？如果足够成熟，是不是就能够拉住你转身离去时的手？当年你将我推开，我丢失你的这5年，错皆在我。至于沈巍，他对你做的一切，我都不会放过。或许只是此刻，我才真的相信，5年后的玄灵泽已经完成蜕变，长成了我一开始就希冀他成为的样子。其实，岑大人，沈相来了，他说他在楼下等您，要带您去见您想见的人。娘，5年，整整5年，你躲着不让我瞧见你，这惩罚真是犹如凌迟啊！看看，这名册上都是做过你入幕之宾的大人们，唉，可叹人人皆有妒心，为兄也不能幸免。这些如你名节之人，我都替你处置好了，你看还有没有落下的？不会的，他不会这么快去察觉。唯独这一位有点特殊，大内总管赵德全。5年前，我藏身在南风楼后不久，楼外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。贵人，薛郎奈已不卖身。主子，那位是许太尉府上的公子，要不要？不急，先看看。美人儿，欲拒还迎也要看对象是谁，爷可不吃你这招。来，张嘴。我真不能喝，我再给你唱首曲儿吧。是不能喝还是不想喝呀？来呀，把他给我按住！今天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久仰大名，岑旭。多谢公子出手相救，只是方才那位是太尉府上的公子，敢问公子是何身份？竟不怕引火烧身？不该问的不要多问。无妨，既然你知晓方才那人的身份，为何不肯配合？世间总有清流者，不愿与浊物同流。岑旭，朕见你命运坎坷，也想伸手帮你一把，只是你也要为朕所。您是？5年时间，我在暗中替皇帝收集沈巍的罪证，沈巍整整5年没能发现我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想不到我的藏身之所，也因为这座圣京城中还被另一只手笼罩。2位大人，到了。儿子，是你来了吗？娘，娘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叹离别太漫长，我拿起身环和你遇上，世间自千万，唯有情最伤。看相思太短长，我用深情刻画你模样。娘的旭儿哎，他们都说你掉下山崖失踪了，可是娘知道，你一定没死，一定还会回来的。你从小就是个孝顺的孩子，怎么舍得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娘，我没事啊，我好好的呢。您的眼睛是怎么回事？当时娘得知你出事，没日没夜的哭，这才哭瞎了眼。阿旭啊，这些年多亏了小沈照顾娘，安慰娘，娘才能活着等到你。
有这样的知己好友，怎么不早些带回家给娘看看呢？现今啊，娘家他认作了义子，他大你几月，你便也换他一声兄长，可好啊？阿旭，旭弟，怎么换你会比较好？兄长。望说母亲可歇下了。沈巍，你究竟要如何？很久以前我就发现，在这天地间，唯有你伴着我，我才不会孤独。从那之后，我便思忖着要如何才能与你永不分离。如果恨也不能拴住你，那便成为知亲吧。只可惜，终不能与你骨血相融。你已经彻底疯魔了。我借着宣召才能找到你，只是做到这种程度，你该庆幸我尚有一丝理智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难道放任你在这儿和沈巍玩什么兄友弟恭的过家家游戏？既然来了，一起吃个便饭吧。是有客人来了，还不把人请进来？小沈，你去做饭吧。你做饭？娘说你很喜欢吃她做的鲈鱼羹，我便学着做了。你真喜欢吃？你兄长安排了人在这儿照顾我，你不必担心。你们兄弟二人在外，一定要互相相顾，有什么矛盾也要及时解决。侯府与岑大人的住处离得近，就不麻烦沈相绕路远送。我倒不觉得麻烦，只是我确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今日就劳烦侯爷了。我送我媳妇，要你说什么劳烦？沈相，陛下已经歇下了。君意要还想见我，就叫他起身到勤政殿去。你自己的东西，你嫌弃什么？陛下可知臣为何今夜前来？难道不是因为想朕了？臣是在想，陛下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？朕倒是觉得不长不短，刚刚好。啊，坐下，好热，抱抱朕。慢些。怒意使你清醒，清醒的状态下，便吝啬给予朕半分温情。沈巍啊，沈巍，你真是个薄情郎。臣今日看见了一份名册。什么名册？岑旭的恩客清单。臣希望那份名册与陛下无关。无论朕做什么，是为了你，别走，好不好？陛下是臣见过的所有人里最义。那你喜欢吗？臣很喜欢陛下的身子。只有你可以把天下之尊当作玩物玩弄，朕只容许你在这龙椅上对朕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举。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王叔，好爱你，真的好爱你。可你总也不理我，我躲得远远的，一点儿也不乖。可我不喜欢你。没关系，只要你陪着我就够了。这辈子你不爱我，我可以等到下辈子，但你不能逃走，你得陪着我。沈巍啊，沈巍，你真是个薄情郎。你要做什么？如果是他，你也会这么做吗？陛下，天子与庶民同罪，谁犯了错都要受罚。明日陛下就塞着这个去早朝吧。若是掉出来，左相，朕夹不住的，你饶了朕吧。你可以的，陛下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看你今日回来晚了，想让你一回来就能吃上饭。轩辕泽，你没有自己的事要做吗？日日都来我这里。不行，我得看着你。你再等等，我很快就好。看小爷做的鲈鱼羹。
这是什么？我娘亲自求来的护身符，昨日托她送来的。你干嘛？不准带了，沈巍有的东西有什么好带的？这是娘给我的，还给我。不给。你，玄照，你每日不请自来也就罢了，现在你不觉得你管的有点太多了吗？我不请自来。是啊，你就巴不得没人管着你，这样你就能想凑到谁跟前就凑到谁跟前，想出卖色相就出卖色相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难道不是吗？就像你过去5年做的一样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下九流的男妓，冲着所有人笑，对着所有人敞开房门。你就这么舍得作践自己？我若不看着你，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又把自己给赔出去？对，我就是这样卑劣不堪的人，你满意了吧？对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只要能得到我想要的，付出什么都在所不惜。我可以利用你，也可以利用其他人。南风楼里来来往往的达官贵人不可胜数，人人都有利可图，我有什么做不到？关于这一点，早在白鹿书院时你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当年我蓄意勾引，你不也上当了？你那一身反骨，不也因为我用了你看不起的下九流手段，才让你被驯服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是我混蛋，我胡说八道。我有什么做不到？你也没有说错，我就是出卖色相，没有自尊。我没有看不起你，只要你能靠近，我就会感觉到开心。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为了利用我，我只是气不过你身边还有其他人。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煎熬，我甚至不敢承认。其实当年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已经算计着该如何利用你，报复沈巍。爹，你还知道回来，成日没个正形。皇叔啊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，我那不争气的儿子玄昭。小世子一表人才，沈巍太过强大，偏偏又甩不掉。我不与他为敌，便要一生受他的桎梏。说到底，我也不过是一介凡人，他凿废我的手，毁去了我的仕途，把我曾真实的友谊踩进烂泥里。我无法教自己不去恨他，不去报复他，才牵累了你。不是钱，是我甘愿。10年来成全，春归梦一场，为何落个玉你损小巷？要是不来，我可能永远都是那个不可一世的顽固，就不会为了谁九死一生也要去战场上博取功名。曾雪，曾王叔，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你我之间永远是我为你负手。可我接近你并不是真心，与欺骗和利用为师的感情并不干净纯粹，配不上你这样热烈的心意。那你喜欢我吗？现在的我有比之前更加让你喜欢一点点吗？摇头又点头是什么意思？到底喜不喜欢？喜欢呢，因为喜欢你才会这么难过。喜欢就喜欢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我抱抱，抱抱就不要难过了。我很愧疚，对你父亲，在生命至暗的时刻，是宣侯拉了我一把，他给了我去处，给了我可以安身立命的机会。他那么信任我，我却只想着怎么利用他的儿子去报复。是我让他失望，那时归在宣侯府外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要是被打的人是我就好了，该死的人是我。可未想到病中的母亲，我就连死的勇气都没有。你不要再说，没关系，我一点都不痛，真的。那些棍棒相鞭都没有看着你走向沈巍的那一刻痛。我终究还是成为了我最不愿成为的人，如沈巍一般的人。不是的，你只是没有办法，这些都不重要。王叔，我爱你，所以这些都不重要。你爱我？对，我爱你，所以不管你深陷在怎样的泥潭，都会把你拉出来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所以还难过吗？你别把我当小孩子哄。哄你怎么了？又没外人看着。那你的宝贝，我可没让。林泽，谢谢。哎呦，老子的宝贝真可爱。来，香一口。我要睡觉了，那我帮你宽衣。
屋里去。大人，马车已经备好。先不要喊他，他若自己醒，就跟他说我很快回来。去通禀你们的左相大人，我有笔旧账要同他清算。镇远侯亲自登门，有失远迎，何不入内啊？你这丞相府有多光彩，折断他人的脊骨，为你们沈家筑高台。本来我也没什么大事，就不进去沾染满身污秽。到底有什么事？不知左相大人还记不记得，当年殿试前夜，你亲手砸废了岑旭右手，让他就此再也无法拿文笔好，只为了你的脸面让路。当然记得。所以呢，宣召个人有个人的命，我违抗不了的，他又如何能违抗？我去你大爷的命！左相大人放心，以宣某多年习武经历，保证你这只手是永远治不好的。宣召，你疯了！哼，沈巍，直到昨天我才想明白，为什么你总像个疯子，亲手把自己最爱的人推开，可不得疯了？你来了。3月禁闭换沈巍一只手，值得吗？沈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沈巍若倒，沈家便是强弩之末，再不济还有我老子顶着呢。沈巍怎么会倒？这5年沈巍爬得有多快，陛下又是如何信任重用他？宣召，你太冲动了。哎，你猜我这行事的底气有几分来自陛下？什么意思啊？这5年你在京中蛰伏，我意在边关准备扳倒他的筹码。沈巍太过自负，以为所有人都会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偏偏他自以为拿捏最稳的人最想他死。你是说陛下？我从边关回来就是为了此事。陛下罚我禁闭，也是为了借机在暗中完成最后的筹备，而此事不能被沈巍察觉。再过不久，我会成为陛下的手，把最致命的一剑捅进沈巍的心口。这怎么在你这儿？哎，干嘛？我抢回来的就是我的了。我刚想说你变得成熟稳重了许多的，你放心，我不跟你抢。今晚你给我等着！沈巍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沈巍为相良宰，借职务之由，暗中走私枪药火器，又借通商之便大揽私财，已是罪大莫及。秋狩猎场，他雇刺客暗杀陛下，又上演一出君为臣死的忠心戏码，更是大逆不道。不仅如此，他为一己之私，用我朝的军事机密与邻国做交换，只为换取一个人的下落，此为叛国罪。左相，这桩桩件件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臣无话可说。好，既然你已认罪，朕便当着文武百官、天下百姓的面，赐你一个好死。贪官佞臣就该被千刀万剐，遗臭万年。100年的荣耀就被你给这么败光了。二弟还是这么。沈巍，直到昨天我才想明白，为什么你总像个疯子。我知道你会来的。母亲托我带来的酒。数罪加身，处境如此，仍有陛下厚爱。沈二公子一生行至末路，也不曾真正潦倒落魄。方说，钟鸣鼎时便是真的富有吗？曹一立时便是真的贫穷吗？我出身沈族，从小就由他们来告诉我，我应该要什么，应该放弃什么。要做人人仰慕的第一公子，要摘得无限风光的新科榜首，要玩弄权术，善用人心，要做皇权之下的第一权臣，要放弃出身低微的亲生母亲，放弃对我没有注意的儿时好友，放弃本就少得可怜的同理心，又放弃我一直以来期盼着的人。明明我一直在盼着有那么一个人的出现。沈兄，早上好。他只要出现，就能让我不再感到孤寂。
盛京丞相府的二公子，却在书院考试中输给了一个寒门子弟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曾旭博才多学，用功刻苦，我只会输给他这一次。把剩下的家法让二公子说完。二弟啊，你总是这么不争气，还要为兄出马。你要做什么？爹发话了，你那个什么同窗岑旭，此人日后恐有大成，不可再留。不劳兄长费心，我会亲自解决的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不能这样做！朝生暮落，浮游一日。我此生唯有一桩憾事，就是不能将你完全占有。这样的缺憾，如若不能由你来补偿，又有谁能来填补呢？沈巍，你的一生不该由我来负责，我来送你，只是念及你我从前曾为知己好友。可我死后，木石不入祖坟，魂灵不归地府，只待你百年入土，再与君合葬。沈巍，不能与君同生，何不能与君同死？府上的人，多少擦肩的魂，谁又在手无人采撷的笋？天涯太远，欠你一次永恒，但学不会遗忘那么余温。情是半晌，我会等你千年，言不由衷，走不到的从前。我只要你下个季节里相见，还我一句言，甘愿。沈巍那一件没有想过要我性命，所以呢，我是不是应该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，跟他说一声谢谢？不是，你说你怎么这么能招惹变态呢？哎，你别瞪我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差不多行了，你等会儿不是还要面圣？让小皇帝等等，他也不想他的表哥被饿死吧？玄灵子，我真是太惯着你了，媳妇儿，宝贝，乖乖，你不惯着我还能惯着谁啊？啊？你再来一个试试。松手！你不给我名分，你欺负人，你不让我喊媳妇儿，那我就只能继续喊你老师了。岑老师，学生做的好不好？老师满意不满意？行了，那你说满不满意？要轻些还是重些？要快些还是慢些？你不教我，我怎么做得好啊？玄灵子，你不要脸！要脸哪有媳妇儿重要？我可不能被比下去，哪方面都是。要重些，慢些。原来老师喜欢这种感觉。然后总要轻轻千条渐渐离。今年开春后就要开始筹备新一年的科考了。岑旭，这回朕打算让你来主办相关事宜，你意下如何？臣定不辜负陛下信任。那便好。看着他们，居然会想起我在书院的日子。哎呀，真奇怪，明明还没到我爹那个年纪，怎么也开始怀念过去了？可能你嫉妒他们年轻还有才华，毕竟你年少时只顾着偷鸡摸狗，纨绔风流了。哼，小爷就是纨绔，也是盛京城第一等纨绔。看你好像还挺得意。我要不混让些，我爹怎么会把你送到我身边来，让你好好教导我？要不说呢，还是我老子想着我呢，就这么把我水灵灵的媳妇儿送到嘴边。回头啊，我真的得好好的孝敬孝敬他老人家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爹跟我提过，若有时间，请你回家吃个饭，就看你愿不愿意。好，
对了，我把娘一起叫上吧。我跟她说沈巍被调离了京城，她心情还有些郁闷，我想带她出来走走。那再好不过了。我曾诘问过命运，为何给予世人的苦难接踵而至，可他只是沉默着，推动人们走向既定的路。于是人间有了八苦，人人都在苦海里沉浮挣扎，但只要坚持走下去，或许终有一日，命运所夺走的会带着更多幸福归还给你的吧。看来恨水先瓦解，漂泊出的沧海桑田。